穿越火线首把永久武器 AK47火麒麟华丽登场，整个枪身与火麒麟完美相融，是 CF 勇士不可或缺的神器。2012年，在怒火麒麟版本下，穿越火线推出麒麟与火麒麟，伴随这两把永久性英雄武器的登场，穿越火线开启了一个新时代，同时宣告着一个旧时代的消亡。而这段过往在如今已鲜有人知。2007年12月，穿越火线开启内测，并于次年进行多次不删档测试，如女角色猎狐者就在这一时期上线。2008年7月25日，穿越火线宣布游戏开启公测，数以万计的玩家涌入其中，开启了属于穿越火线的黄金时代。借此情景，项目组顺势推出会员系统、专属的名片、经验加成和昵称背景，以及防踢的特殊功能，引得无数人争先恐后的充值会员。2008年10月20日，在刀锋战士版本下上线刀战地图竞技场与近身武器手斧，黄金外观的 AK 和雷蛇联动下的冲锋枪，成为了那个年代最亮眼的限量武器。或许就连官方也没有想到，大家对于黄金武器如此痴迷，于是2个月后再推出黄金版沙漠之鹰。当然，这一时期被玩家称为94狗的 AN94 也同时上线。步入2009年后，官方先是在1月推出了新角色飞虎队，又紧跟着上线了 QQ 会员外观下的 M4A1， 以及铁锹、红色烟雾和大炮狙击枪，尤其是大炮恐怖的输出能力，让它在生化模式中如鱼得水。当然，这时候生化模式还没上线。3个月后，也就是2009年4月10日，生化版本来袭。初期只有2张地图，分别是13号地区和生化沙漠。4月在生化上个版本的基础上，又推出了生化弹夹、生化手雷和防化服，以及防守难度较大的生化港口地图。可以说，早期穿越火线的巅峰，生化模式起码占了一半的功劳。当然，官方也知道该模式的欢迎程度，于是围绕生化推出大量地图，如7月名胜古迹、8月研发基地和金字塔，以及绿巨人和幽灵的进化系统。9月生化武器幽灵之刃，11月添加疯狂宝贝。武器方面，为了生化的特殊性，推出 M60A、加特林和汤姆逊等，让玩家可以尽情的输出。而在游戏之外，项目组也早早的布局了电竞，在2009年所举办的第1届百城联赛中，超过15000支队伍参与，涉及到的参赛人员超过15万人次。像早年的白鲨、70千个等都是百城联赛中各省冠军。说完了2009年，我们进入到2010年，这一年的开年，官方便推出了一个新模式，这便是我个人十分喜欢的突围模式，搭配它的是2张新地图指挥部和隐匿之地。同时，玩家十分喜欢的女角色灵狐者也是在这个版本中上线的。2010年2月，为迎接新春的到来，游戏也上线了多把武器，值得说的像是 AWM、鞭炮手雷和尼泊尔等。到了5月，推出新角色刀锋、新团队、地图军事基地。6月，随着世界杯的到来，上线足球手雷与各种足球名片。而接下来的8月就比较重要，上线了影响后来游戏玩法的全新战队系统，成为 CF 早期核心社交功能之一。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 YY 这个软件？是否穿过红马甲、黄马甲、紫马甲？当年只要打战队赛必开的软件就是它。进入到2010年的9月份，为庆祝游戏刚达成的200万玩家同时在线成绩，游戏新增地图黄金之国、马来剑、气锤、茉莉外观武器等相继上线。其后的10月又推出了幽灵宝宝手雷与警棍。到了这一年的年末，也就是12月14日，生化模式迎来全新玩法救世主模式，拥有榴弹枪的救世主对抗新出的灵魂忍者，成为那段时间游戏的主旋律。可令玩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手中的救世主模式还没玩腻，项目组便在4月上线了一个全新玩法，这就是全民挑战版本下的挑战模式。作为当年穿越火线年度重大内容，该玩法掀起了游戏史上最疯狂的挑战浪潮。神秘营地与绝命之谷2张地图由此进入到无数人的视野之中。但不得不说，早期的绝命之谷是真的难打，路窄怪多，一不小心就被围殴。相比之下，漏洞频出的神秘营地相对好打，除了卡地图，还能疾跑下出刺刀秒杀 BOSS。之后值得说的就是4月版本中推出了女角色潘多拉与全新的挑战地图水之城。6月上线新地图卫星基地和挑战地图瓦尔基里。到了7月，伴随失重空间版本，游戏首次加入低重力地图太空要塞，宛如在月球中，玩家轻轻一跳便能跳得很高。而在2011年8月的生化决战版本中，大家十分熟悉的终结者模式终于登场，无数人涌入新地图夜幕山庄。其后便是在12月的更新中，加入了挑战新地图巨人城废墟，将挑战模式的热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金刚、蛇女、狂徒、泰坦，全新的怪物带来全新的体验。在武器方面是推出了战龙皮肤的枪械，如 M4、大炮、毛瑟手枪等。结束了2011年，我们进入2012年，开头便迎来 CF 史上第1张水下战斗地图，这便是以海军基地所打造的潜龙基地。此后，幽灵地图屋顶机场、刀战地图太空要塞、爆破地图斗牛镇、团队地图商场相继上线。人物方面加入2位女角色曼陀罗和复仇女神。在之后便来了开头所说的怒火麒麟版本。随着英雄级武器的登场，穿越火线随即改变战略，盘龙、黑龙、天龙、无影、黑武士等开始迅速占领游戏。其实，在英雄级武器刚推出时，玩家的大盘还存在，
官方也围绕挑战模式不断出新的地图，如末日剧场、雷霆塔、毁灭都市等。生化方面出了异形终结者和地图生化酒店，而在这些原本的基础上推陈出新。穿越火线还加入了新玩法战场模式，将MOBA和 FPS 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以兵种为基础、以消灭和推塔为主的全新内容。但当智能手机不断兴起，手游成为新时代的宠儿，这些端游因为种种自身和外部原因，不断被玩家所放弃。尽管在如今，穿越火线也推出了怀旧服，但我并不认为它能带我回到那个时代，因为大家想要的不单单是过去的游戏，更重要的是过去一起战斗的人。